你见过世界上最凶猛的鸟吗？众所周知，草原之王是狮子，丛林之王是老虎，那么空中之王究竟是谁呢？说起大型猛禽，相信很多领导第一时间会想起金雕。的确，金雕的战斗力毋庸置疑，非常的强悍。但是比金雕还要凶猛的大型猛禽，其实还有很多种。由于它们的栖息环境不同，如果不是刻意的去寻找这些猛禽，许多人可能一辈子都见不到这些罕见的大鸟。今天黑土给各位领导找出了世界上战斗力最强悍的10种大型猛禽，一起来看一看鸟是怎么猎杀狼的。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第一个我们要说的就是排名第10的安第斯神鹫，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猛禽之一，这家伙的翼展最大可达 3.3 米，体长 1.3 米。这种大鸟的寿命可以达到50年以上。安第斯神鹫主要分布于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数量仅在400到4000只之间，极为罕见。雄性安第斯神鹫的头上长着一个像是鸡冠子一样的东西，雌性没有。它们的脖子往上几乎都是秃的。这个家伙每天要飞200多公里寻找食物，主要就是以一些腐肉为食，是一种食腐动物。它们一般很少会主动攻击猎物，攻击性不强。在很多地方，安第斯神鹫也有着清道夫的称号。很多大型动物死后，尸体暴露在野外，如果在安第斯神鹫的活动范围内，就会被它们吃掉。在一定意义上，安第斯神鹫对自然界的贡献非常的大。如果没有这些腐食动物，将一些大型动物的尸体处理掉，等到尸体变质，很有可能会散发出各种疾病，甚至瘟疫。当然，长期食用腐肉对安第斯神鹫的身体自然也会有影响。不过不是什么大问题，主要就是它的秃头。每次食用腐肉的时候，它的头就会扎进食物的身体里，有些变质的血液可能会导致它们脱毛。也就是说，这种鸟不是天生就是秃顶，一般头顶上没有毛的鸟，大部分都有可能是食腐动物。好，排名第9，欧亚雕鸮。没错，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猫头鹰。与普通猫头鹰不同的是，它是世界上现存体型最大的猫头鹰之一。这种大型猫头鹰的翅展将近 1.9 米，体长也将近1米。相比普通的猫头鹰来说，它的体型已经算是相当的大了。雕鸮的栖息范围特别的广，从山地、森林、平原、荒野，包括高山，都有可能出现它们的身影。不过即便它们拥有这么大范围的栖息地，我们人类可以碰到它的机会依然非常的小。我们都清楚，猫头鹰是一种夜行动物，一般白天很难见到，而这种大号雕鸮一般情况下更是远离人群，活动在人烟稀少的偏僻之地，白天躲藏在茂密的树林中休息，到了夜晚才开始捕食猎物。人类见到它们的机会会非常的少。雕鸮的听觉非常的敏锐，而且这家伙在飞行的时候几乎没有任何声音。它们猎杀老鼠是一把好手，有时也会吃兔子、野猫、豪猪，甚至有可能会猎杀有蹄类动物。排名第8，白头海雕。之所以叫白头海雕，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它的头就是白的。这个家伙长相相当的哇塞，是为数不多的一种非常漂亮且霸气的大型猛禽。白头海雕的体长可达1米以上，翼展超过了2米。虽然没有安第斯神鹫的体型大，但是它要比安第斯神鹫凶猛。白头海雕的性情非常的凶猛，它的爪子跟嘴都是非常的尖锐，非常的钩，十分的锐利。特别是它的爪子，爪尖利如刀，杀伤力非常的大。据估计，它们的抓力可能是人类的10倍。它们的足底非常的粗糙，这也使它们可以轻松的抓起一些身体滑腻的猎物，比如蛇跟鱼。爪子就是白头海雕最厉害的武器，它们主要靠捕食鱼类为食。当它们捕食猎物的时候，会用它的尖爪深深地刺穿猎物的皮肤，腾空抓起，战斗力非常的强悍。它们的视力要比人类的视力高出很多倍，在天空盘旋的时候，它们可以轻易地锁定水中甚至地面的移动猎物。一旦被白头海雕锁定，它们就会迅速地俯冲向猎物，用极快的速度抓起猎物，腾空而起。一般地面的动物只要被抓到空中，多数几乎都会丧失反抗能力。此外，这种大型猛禽的性格也比较专一，它们通常都是一夫一妻制，捕杀猎物的时候，夫妻俩在一块的居多，还有它们居住的鸟巢，一般情况下不会更换住所，一旦住下来就是一辈子。因此，它们的鸟巢通常都会特别的大，一般直径可达 2.8 米，厚达6米，重量更是高达2吨。好，排名第7，猛雕。猛雕也叫战雕，它是一种原产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一种大型雕。它的体长将近1米，翼展也超过了2米。
战雕是世界上最强大的鸟类掠食者之一，由于它们出色的战斗力，在很多地方它们被称为空中猎豹。这个家伙可以猎杀的对象高达170多种，其中包括狼、羚羊、狒狒、蛇、巨蜥，甚至所向披靡的平头哥，有时也会成为战雕的猎物。在战雕的栖息环境内，除了人类，它们几乎没有天敌。战雕的繁殖速度特别的慢，通常情况下每2年才能产下1个蛋。小战雕长大成年需要7年的时间，超低的繁殖率导致战雕的数量非常的少。这家伙天生就是一种稀有物种，后期再加上人类的大量猎杀，战雕现在已经被列为濒危物种，数量可能就在500只以内，甚至更少，非常的罕见。好，排名第6，金雕。金雕可以算得上是猛禽中的明星了，它出色的狩猎能力给人们的印象非常深刻。金雕的体长1米多，翼展可达 2.3 米，是一种中大型的猛禽。金雕的速度非常快，它们在狩猎猎物时可以以惊人的时速300公里的速度快速滑翔，这使金雕成为现存速度最快的动物之一。经过人类训练的金雕可以在草原上猎杀狼。金雕的猎狼手段主要就是长时间的追逐，等狼疲惫不堪跑不动的时候，金雕会一个爪子抓住狼的脖子，另一个爪子抓住狼的眼睛，使狼丧失反抗能力。曾经有一只金雕先后抓住14只狼的记录。金雕的脚上长着锐利如狮虎般又粗又长的利爪，它的爪子可以一把就插进狼的脖子里，刺进要害部位，穿破血管，撕开猎物的皮肉，甚至直接扭断猎物的脖子，攻击力非常的强悍。除了攻击力强，金雕还特别的通人性，非常聪明。被训练过的金雕在草原上会帮牧民看护羊群，主要就是驱赶野狼。排名第5，虎头海雕。虎头海雕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它黄色的鸟喙与黄角特别的明显，它们主要也是以鱼为食，叫海雕的一般都是以鱼类为主食。好，排名第4，肉锤秃鹫。单看长相，这家伙就不是什么善茬，看上去就不是个好鸟。如果说斑鬣狗是非洲草原上的流氓，那么肉锤秃鹫就是草原上空的流氓。这个家伙是个名副其实的无赖强盗。肉锤秃鹫的个体很大，体长也在1米，翼展超过了 2.7 米，非常的大。它的喙长度可达10厘米。肉锤秃鹫的力量极大，它是一种可以撕掉猎物皮毛的秃鹫。作为一种食腐动物，这家伙也是一个秃顶。它们栖息在干燥炎热的草原，一般都喜欢活动在比较开阔的地区。肉锤秃鹫是非洲秃鹫中最强大和最具有攻击性的，它们非常的霸道，经常会去抢夺其他秃鹫的猎物。如果对方不给肉锤秃鹫让食，它们就会使用武力进行抢夺，非常的霸道。与其他秃鹫不同的是，肉锤秃鹫除了吃动物尸体，它们还会主动捕食活物，一些黑斑领的幼崽和火烈鸟都有可能成为它们的攻击对象。肉锤秃鹫发起攻击的时候，会从高空俯冲向猎物，用巨大的冲击力将猎物击晕，然后用它那长达10厘米强壮有力的喙将猎物撕成碎片，非常的残忍。排名第3，石原雕，也叫菲律宾鹰，它被菲律宾宣布为菲律宾的国鸟。在菲律宾，你如果不小心杀死一只石原雕，最高可以被判处12年的监禁。石原雕的性情非常凶猛，它们是为数不多的一种喜欢捕食猴子的一种鹰，这也是它叫石原雕的原因。这种雕的体长也在1米左右，翼展可达 2.5 米，生活在菲律宾的热带雨林中，它们具有很强的领地意识。石原雕一般都是成队活动，一队石原雕差不多要占领50平方公里以上的区域。在他们的领地范围内，除了老虎这种大型猛兽，大多数的动物都有可能成为石原雕的猎杀对象，特别是猴子跟蛇，这些栖息在树上的动物更容易遭到石原雕的攻击。有时候石原雕还会靠近人类的活动范围，捕杀小狗、小猪等等一些家畜。它们攻击猎物的第一步特别的狠，俯冲而下，直接啄瞎猎物的眼睛，使其丧失反抗能力，然后再将猎物撕成碎块，一点一点的带到自己的鸟巢里。另外，随着人类不断的砍伐，深山老林逐渐的减少，这种大型猛禽的数量也在急速的下降。石原雕现在已经被列为极危物种，估计大概也只有300多只了。好，排名第2，非洲冠鹰雕。这个家伙的体型相比以上那些略显小一些。冠鹰雕体长90厘米，翼展 1.8 米。虽然体型没有上边那些大，但是它却是非洲最危险、最凶猛的猛禽之一。冠鹰雕的力量极大，它们拥有异常大的爪子和粗壮的腿，这也是它们的主要武器。它的威力足以捏碎猴子的头骨。另外，它们在飞行中可以提起重达30斤往上的重物，力量特别的大。把它列到第2名，是因为这个家伙的攻击性非常的强，对人类来说是有危险的。冠鹰雕的大爪子既然可以轻松的捏碎猴子的头骨，那么对人类小孩也是具有很大的威胁的，特别是母冠鹰雕。
雌性观音雕在羽化阶段特别容易攻击任何靠近它巢穴的人类或动物。这种大型猛禽可能是现存为数不多的一种会攻击人类儿童的猛禽。曾经在非洲有一个案例，一个7岁的小男孩在路上遭到了一只冠鹰雕的攻击，鹰的爪子直接穿过了男孩的喉咙和胸部，当时正好被农田里干活的妇女看到，用锄头赶走了冠鹰雕，救出了小男孩。还有另一个案例，动物学家在冠鹰雕的鸟巢里发现了一个人类儿童的头骨。关于冠鹰雕攻击人类的案例还有很多，这种大型猛禽的攻击性非常的强，不过它们一般只生活在非洲大陆，我们这里几乎不会出现它们的身影。好，排名第一，角雕。角雕生活在危机四伏的热带雨林，它们的体长1米，翼展2米以上，最强悍的就是它的抓力，它的爪子可能是所有鸟类中最大的，光是指尖就有13厘米，它拥有鸟类最大的爪力。你知道世界上毒性最强的蘑菇长什么样子吗？你见过仅需一口就足以让我们命丧黄泉的蘑菇吗？你知道吗？在全世界范围内，共有多达上万种不同种类的蘑菇，其中有一些野生蘑菇携带有非常致命的毒素，一旦误食，轻则会出现幻觉或者身体不适，重则有可能当场丧命。特别是在我们国家的南方地区，几乎每年都会出现有人因误食剧毒蘑菇导致中毒或者死亡的事件发生。今天这期视频，黑土就给各位领导找出来世界上毒性最强的10种蘑菇，带各位领导一起认识一下这些可以威胁到我们生命的剧毒菌类。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好，第10个，肉褐鳞小伞。肉褐鳞小伞也叫肉褐鳞环柄菇，在国外这种蘑菇被称为致命的斑纹蘑菇，它的毒性极强，一旦误食，致死率非常高。肉褐鳞小伞的内部含有致命量的鹅膏蕈碱毒素，这种毒素会对我们的身体产生极大的损坏。中毒后，我们的身体并不会立刻感到不适，通常都在吃下去约10个小时左右才会出现不适。随后的几天时间里，我们的肝脏细胞就会逐渐的受到损坏。如果不幸吃下超过100克的肉褐鳞小伞，就有可能导致严重的肝损伤，甚至丧命。这种蘑菇广泛分布于欧洲和亚洲的温带地区，在我们国家的河北、山西、北京、宁夏、江苏、黑龙江、安徽、上海以及四川等地都有分布。通常一进入到夏季，在一些公园、路边以及房屋周围和草地上都是这种剧毒蘑菇的生长范围。它的外表整体呈白色，没成熟的时候顶部呈红棕色，等成熟后顶部就会有明显的深棕色鳞片。一般情况下它们都是群生，通常都是好几个挤在一块生长。它的外表与很多可以食用的野生蘑菇很像，请各位领导一定要认清楚，顶部伴有棕色鳞片的蘑菇千万不要吃。对于这种毒性极强的大毒物，一定要做到宁可错吃1万，也不要误食一个剧毒蘑菇。好，第9个，鹿花菌。这是一种分布在欧洲和北美地区的剧毒蘑菇。这种蘑菇的外观看上去就类似于一个大脑一样，密密麻麻的，有些恶心。大多数人一眼看到可能并不会想着吃它，但在东欧和北美地区，这种剧毒鹿花菌却是当地很受欢迎的一种美食。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种鹿花菌只有在生吃时会产生剧毒，如果将它煮熟后食用，毒素就会大打折扣。但这并不代表煮熟后的鹿花菌就完全安全了。有证据表明，这种蘑菇即便是煮熟后，它仍有可能携带致命的毒素。鹿花菌进入人体后会水解成1甲基苮，1甲基苮是一种有毒化合物，这种毒素会严重影响我们的肝脏以及中枢神经系统。通常中毒后，人体会出现眩晕、昏睡以及昏迷的情况发生。如果中毒较深，昏迷5到7天后就有可能会死亡，非常危险。第8个，毒钩褶菌。这种蘑菇的别称也叫小白菌、鸡冠菌、指甲菌以及蝴蝶菌。它的形状为半圆形，从侧面看上去就像是一个白色的扇子一样，外观非常漂亮。它原产于我们国家的云南省，每年一到了7到9月份，这种毒钩褶菌就会从各种潮湿的地方以及树干上冒出来，让人看上去就情不自禁的想将它采摘下来。但我劝你千万不要这样做，因为在过去的30多年以来，在云南北部海拔1800到2600米的山村里，每年一到了7到9月份，就会发生多达几十起不明原因的猝死事件。当地人也不知道这些人究竟是为什么突然猝死的。后来经过专家进行研究后得出结论，导致村民猝死的罪魁祸首就是这种毒钩褶菌。通过研究，人们发现这种毒钩褶菌中含有3种剧毒氨基酸，这种成分的致死机理相当复杂，中毒后的人可能一时半会儿并不会意识到自己已经中毒了，等中毒几天后才有可能会发作，发作时间从几个小时到几天不等。据研究人员估计，人体在摄入超过400克的毒钩褶菌就会出现生命危险，在野外碰到这种蘑菇一定要多多注意。好，第7个，毒蝇伞。它就是前段时间网上比较火的热梗，红伞伞、白杆杆、吃完躺板板的原型。
所谓的红伞伞其实就是外表呈红色的伞形蘑菇，这种蘑菇名叫毒蝇伞，它的外观看上去与许多动画片里的蘑菇很像，特别容易吸引到一些儿童。如果您的孩子在野外遇到这种蘑菇，请一定要远离它，因为毒蝇伞是世界上毒性最强的蘑菇之一。毒蝇伞的颜色不只局限于红色，除了红色还有黄色以及棕色等变种，它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大而鲜艳，伞盖上通常都会长有一些密密麻麻的白点，这些白点经过雨水的冲刷就会脱落。毒蝇伞鲜艳的外表特别容易引来儿童的好奇心，如果一旦误食，后果会非常可怕。这种毒蘑菇的内部含有多种生物活性剂，其中包括鹅菌酸以及银菌素这种神经毒素，一旦中毒就会使我们的大脑出现幻觉，严重的很有可能会丧命，非常危险。第6个，大青蛰伞。这种蘑菇的体型就比较大了，它的伞盖直径最长可达30厘米，比成年人类的手掌还要大。大青蛰伞也叫绿蛰菇，这种蘑菇同以上那些一样，也是一种剧毒蘑菇。它的内部含有肝脏毒素、神经毒素、胃肠毒素以及溶血等4种毒素。如果一个不小心吃下了这种剧毒蘑菇，就会面临多器官功能衰竭以及严重腹泻，如果中毒较深，也有可能会致命。大青蛰伞通常都喜欢生长在一些温带和亚热带地区的丛林草地上，在我们国家的台湾地区以及海南地区均有分布。它们大多数都生长在野外，不过也有极个别的会出现在家中的花园以及花盆里。如果有一天各位领导发现自家的花盆里长出了这种蘑菇，请一定要保持警惕，千万不要让儿童误食，否则后果会非常可怕。第5个，文圆盔豹伞。文圆盔豹伞也叫秋日小圆帽，这是一种广泛分布于欧洲、北美和亚洲的一种野生菌类，在我们国家的云南、四川、新疆以及西藏等地均有分布。它是一种木材腐烂真菌，主要都生长在一些腐烂的针叶树上。它的颜色多数都是黄褐色，随着菌盖生长和膨胀，它的顶部就会逐渐变平。这种蘑菇的内部含有非常致命的鹅膏毒素以及毒伞肽毒素，这2种毒素一旦进入人体，会对我们的肝细胞以及肾脏产生严重的破坏，进而导致其他器官衰竭，最终死亡。中毒初期，我们的身体只会出现呕吐和腹泻的情况，但随着肾脏循环将毒素再度输送到血液中，中毒者的身体机能就会逐渐下降。这个过程比较缓慢，通常中了这种毒的人会眼睁睁地经历自己肾脏衰竭，最后死亡的过程，非常恐怖。第4个，微红丝膜菌。微红丝膜菌也叫致命网帽，这是一种原产于欧亚大陆和北美地区的一种剧毒菌类。微红丝膜菌的颜色多数都为黄褐色，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就会变成更深的棕色。这种蘑菇一般都生长在一些针叶林或者阔叶林里的一些潮湿地区，它的内部含有一种名为奥莱毒素的强效霉菌毒素，一旦误食了这种蘑菇，就会导致我们的肝脏衰竭。这听上去可能并没有多严重，但它的可怕之处就在于一旦中毒，通常是不可逆的。也就是说，一旦误食了微红丝膜菌中毒，导致肾脏衰竭后，只能选择肾脏移植去解毒，否则只能面临肾脏永久性衰竭的悲剧，并且这种毒素的潜伏期还很长，这就会导致很多人无法在中毒后的第一时间得到有效的救治，最终丧命，非常危险。第3个，火焰榕。在野外如果遇到这种东西，千万不要把它当作是一种罕见的药材，因为它既不能治病又不能壮阳，一口吃下去只能送你上天堂。这种植物名叫火焰榕，它分布于日本以及爪哇，在我们国家也有发现，不过比较罕见。黑土之所以说不要把它当作药材，是因为在日本经常会有人将这种剧毒火焰榕当作冬虫夏草以及红珊瑚菌误食。要知道，这种蘑菇的内部含有非常致命的毒素，接近3克就可能致命。曾经在日本就有人拿这种剧毒火焰榕泡酒喝，喝完之后仅仅过了2天就一命呜呼了。这种毒蘑菇是目前世界上已知毒性最强的蘑菇之一，误食后仅需10分钟就会出现中毒反应。更可怕的是，中了这种毒的人会导致全身皮肤溃烂、血红细胞减少以及褪毛和蜕皮的情况发生。不仅如此，它的汁液对我们的皮肤也有非常强的刺激性，如果不小心接触到火焰榕的汁液，也会导致皮肤溃烂以及发炎。总之，火焰榕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毒蘑菇，在野外碰到一定要保持警惕。第2个，白毒伞。白毒伞的学名为白毒鹅膏菌，在欧洲它也被称为毁灭天使。这是一种非常致命的剧毒担子菌，它的整体都为纯白色，没有成熟的时候，顶部看上去就类似于一个圆形的鸡蛋一样，等成熟之后，伞盖就会展开，展开后的伞盖直径可以达到7到12厘米左右。每年一到了夏季以及秋季，它们就会出现在一些林地上，通常都是分散生长，不会聚堆。白毒伞的内部含有非常致命的鹅膏熏碱毒素，这种毒素的潜伏期较长，如果不小心吃下这种毒蘑菇，在6到24小时之内，中毒者的身体并不会出现任何的负面症状，等一段时间过
过后就会出现腹泻的情况。虽然对于许多人来说，腹泻似乎是康复的迹象，但如果吃下的是这种白毒散，出现腹泻只是毒素发作的前兆，紧接着就会面临由鹅膏毒素引起的一系列肾功能衰竭甚至死亡。这种毒性强而稳定，一旦中毒就会损坏我们的肝脏、肾脏、血管内壁细胞以及中枢神经系统，一旦误食，死亡率高达90%甚至100%。更可怕的是，至今为止，人类仍没有研制出可以对抗这种毒素的药物，也就是说，一旦中毒，死亡率会极高。另外，就是这种可怕的剧毒蘑菇，在我们国家的东北、河北，一直到广东、广西、云南、西藏等地都有分布，所以在野外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误食这种要人命的蘑菇。而第一个，死亡帽。眼前的这个小白蘑菇，就是目前人类已知世界上毒性最强的蘑菇，也是毒死人类最多的蘑菇之一。死亡帽也被称为鬼笔鹅膏，它的内部含有非常致命的鬼笔毒素以及鹅膏迅碱毒素。这两种毒素的毒性极强，仅仅需要30毫克就足以让我们命丧黄泉。死亡帽的中毒症状与白毒散差不多，都是在中毒后8到12小时之内才会出现不适。这种可怕的蘑菇原产于欧洲，后来随着一些木材的出口，也就逐渐的被传播到了多个地区。如今在我们国家的南方地区也发现了这种剧毒蘑菇的身影，它们通常都生长在一些伴有碎木的地方，像一些树底下以及树干上都有可能出现它们的身影。由于死亡帽的外观与很多可以吃的无毒菌类比较接近，所以在很多地方经常有人会将这种剧毒蘑菇当作可食用的蘑菇吃，从而引发中毒，出现生命危险。至今为止，人类仍没有研制出可以抵抗死亡帽毒素的解毒剂。长期以来，在全世界几乎每年都会有人因误食了这种剧毒蘑菇而死亡，非常危险。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兔点个赞，谢谢。特异功能究竟存不存在？你真的以为这个世界上没有超自然能力吗？相信很多领导小时候都不止一次的幻想过自己有超能力。这些超出科学范畴之内的想法，听上去虽然不切实际，但在动物们的身上却真实存在。比如有些动物天生就带有感应能力，有些动物带有夜视能力，还有些动物则带有非常拉风的电击能力。眼前的这头鳄鱼正在经历一条拥有800多伏电压的电鳗攻击。电鳗被人们称之为水中的高压线，它的放电能力极强。鳄鱼在触碰到电鳗的这一刻就已经丧失生命体征了。除了电鳗，世界上其实还有很多种具有放电甚至会使用电的动物，其中有一些用手摸一下就能让我们一命呜呼，非常危险。本期视频，黑兔就带各位领导一起认识一下自然界的10种具有放电能力的生物。大家好，我是黑兔，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谢谢。第10个，蜘蛛。你可能很难相信，蜘蛛其实也会飞。蜘蛛虽然没有翅膀，但它们却可以飞到3000多米的高空，这听起来似乎不可思议，但事实的确如此。一直以来，科学家普遍都认为漂浮在半空中的蜘蛛是借助风力被吹上去的。然而近些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即便是在没有风的环境下，蜘蛛依然能够实现飞行，这一切都归功于它们对电场的感知能力。也就是说，蜘蛛可以感知到周围的电场，并且能够利用电场去实现飞行。我们都知道，地球的大气中弥漫着正电荷，而地球表面则带有负电荷，两种电荷具有同性相斥的作用。当两个一样的电荷靠近之后，就会相互产生一种排斥力，而蜘蛛就是利用这种排斥力实现飞行的。它向外吐出的蛛丝带有负电荷，每次飞行时，蜘蛛会首先在地面上吐出一根蛛丝，用来固定身体，然后再向空中吐出很多根带有负电荷的蛛丝。当这些蛛丝中的负电荷产生的排斥力大于地球的引力时，再把用来固定地面的蛛丝切断，就可以实现飞行了，非常聪明。第9个，针眼。你没有听错，我也没有念错，眼前的这个浑身长满尖刺的小家伙就是针眼。针眼的外观看上去虽然与刺猬很像，但它实际上与刺猬并没有半毛钱关系。这种生物仅分布在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它们嘴里没有牙齿，大部分食物来源都是蚂蚁，因此针眼也叫刺食蚁兽。在捕获蚂蚁时，它仅需要将自己的尖嘴放在洞口，不用眼睛看，就可以精准地定位到洞穴内蚂蚁的位置，然后将它们吃掉。这主要归功于它鼻子上的上千个电感应器官。这个电感应器官能敏锐地感知到其他动物向外散发的电信号，通过电信号，它就能精准地定位到每一只蚂蚁。这种电感应能力使得针眼的捕食手段非常高效。除此之外，针眼更让人惊讶的地方就在于它的生殖系统。雄性针眼长有4个生殖器，雌性针眼也长有3个生殖道。这种独特的生理构造能够帮助针眼在交配时可以轮流使用，大大的提高了怀孕的成功率，相当威猛。第8个，鸭嘴兽。这是澳大利亚独有的一种半水生哺乳动物，它早在6000多万年前就已经生活在地球上了。
鸭嘴兽长有一个鸭子的嘴巴和水獭的身体，看上去非常可爱，但你千万不要被它的外表所迷惑了。雄性鸭嘴兽的脚掌下方隐藏着一个带有剧毒的倒刺，一旦被它蛰伤，极有可能会威胁到生命，即便是侥幸不死，也会忍受长达几天甚至几个月的剧痛。这种生物主要都活动在澳大利亚的东部地区，一般都栖息在一些河流和湖泊中。它的体型虽然不大，但食量却非常惊人。一只鸭嘴兽一天所消耗的食物大约和它自身的体重相等，非常能吃。它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除了用来睡觉，就是在找东西吃。在捕猎时，鸭嘴兽不依靠视觉，也不需要嗅觉，它仅需要那个像鸭子一样的嘴巴，就能感知到周围的一切事物。它的嘴巴上拥有多达4万多个电感应受体，整个嘴巴就类似于一个雷达一样，即便是闭着眼睛，都能感受到周围的环境。在黑暗浑浊的水下，它就是依靠这种独特的感应能力去定位和捕捉猎物的。第7个，象鼻鱼。这是生活在非洲刚果河流域的一种鱼类，它全身乌黑，长有一个类似于象鼻子的嘴巴，看上去非常奇特。这种鱼的身上也带有发电器官，它通过尾部的电器官向外产生电脉冲，然后通过皮肤上微小的电感受器接收反射回来的电场波动，从而感知到周围的环境。如果遇到了猎物，电信号就会发生变化，象鼻鱼就能够快速的找到猎物。它的发电器官就类似于我们的电子雷达一样，可以扫描到周围的环境变化。如果遇到一些大鱼或者危险来临，象鼻鱼也能够提前感知到。再有就是这种鱼虽然能发电，但它发出的电压仅为2伏特左右，非常微弱，所以你不用担心它会电到你。第6个，尼罗河魔鬼鱼。这是分布于尼罗河的一种大型鱼类，尼罗河魔鬼鱼也叫裸臀鱼，它的体长可达 1.5 米以上，体重最重可达38斤。这种鱼性情凶猛，攻击性极强，它的嘴里长有非常锋利的牙齿，一口下去可以直接将一些小型鱼类拦腰斩断。这种鱼主要都分布在非洲的尼罗河流域，这里的水质非常浑浊，单纯的依靠视力是根本无法满足它们的捕猎需求的。因此，尼罗河魔鬼鱼的身上也带有发电器官，这些器官能释放出微弱的电流，利用这些电流，它就可以在浑浊的河水下感知到周围的环境和猎物。它与象鼻鱼一样，向外发出的电压非常低，我们用肉体几乎感觉不到。第5个，魔鬼刀鱼。这是生活在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的一种光背电鳗。这种鱼全身漆黑如墨，整体看上去就犹如一把黑色的长刀一样，造型非常奇特。它主要都在夜间活动，白天一般都躲藏在一些幽暗的水草中。一旦夜幕降临，周围的光线消失，魔鬼刀鱼就会摆动着它那犹如幽灵般的身体出门捕猎。由于长期在夜间活动，它的眼睛几乎已经退化，基本上看不到任何东西。但这并不会影响到它的正常生活，因为魔鬼刀鱼也具有雷达一样的放电器官，它的身体也能向外产生微弱的电流，用来探测周围的环境，即便在黑暗中，它们也能灵活地捕杀猎物。第4个，占星鱼。这个就比较危险了，它不但能放出50伏的电击，还带有剧毒。占星鱼的种类有很多，它们遍布世界各地的海洋里，通常都生活在水下200到300米深的海域。它的2个眼睛位于头顶，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上去，这条鱼给人的感觉都像是在看星星一样，所以人们给这种鱼起名为占星鱼。它的性情就犹如它的外表一样，非常凶猛。占星鱼经常会将自己埋在沙子里，只将2个眼睛和嘴巴微微露出。一旦有猎物靠近，它的2个眼睛就会向外产生50伏的电压，将猎物击晕，然后张开大嘴将猎物吃到嘴里。除此之外，它的背部还长有2根毒刺，能够向外分泌毒液。如果不小心用脚踩到，也会有致命的危险。对于人类来说，无论是被它电到，还是被它的毒刺蛰到，都会产生一定的危险。所以在海边如果遇到这种鱼，千万不要掉以轻心。第3个，电鳐。眼前的这个形状犹如大扇子一样的动物就是电鳐。这种生物的体长最大可以长到2米，它的种类有很多，外形大致都长这个样子，但是颜色各有不同。电鳐分布于世界各地的海洋沿岸，通常都出现在一些浅海水域。这种鱼行动迟缓，主要利用尾部的尾巴推动自己前进，但你千万不要觉得它走得慢就想着要把它抓起来，因为这一举动很有可能让你命丧黄泉。电鳐的身上长有多达200万个电板，这些电板在神经脉冲的作用下，可以向外释放最高200多伏的电压。这种电压早已超过了人体所能承受的安全电压范围，这意味着它所放出的电流足以对一个成年人类造成致命的伤害。在捕猎时，电鳐就是利用这种发电器官向外发出强电流，将附近的小鱼小虾电死，然后再慢慢的吃掉。更夸张的是，电鳐能够自己掌握放电的强度和时间。如果对付一些小鱼，它就会降低电压的强度；面对一些大家伙，或者当自己遇到威胁时，它就会鼓足电力，狠狠地将对方电晕，甚至电死，相当厉害。第2个，电鲶。
单从外观看上去，它与普通的鲶鱼并没有太大的差别，都是嘴巴上长了几根大胡子，炖着吃应该味道不错。但如果你真的遇到一条电鲶，我劝你最好立刻远离它，因为电鲶的威力比电鳐更加恐怖。上面我们提到过，电鳐的身上有200万个发电板，而电鲶的身上则有多达500万个发电板。它的头部为正极，尾部为负极。当它活动在水中时，无论触碰到电鲶的任何部位，都会向外产生一股强大的电流。电鲶的放电电压最高可以达到450伏，这种威力足以将一个成年壮汉当场电死。这种生物原产于非洲的尼罗河以及刚果河流域，它们通常都潜伏在河底的阴暗处，昼伏夜出，白天歇着，到了晚上出门放电搞点吃的，然后就回去休息了。千万不要怀疑它的电击能力，一只成年的电鲶鼓足电力，能够直接将一头鳄鱼当场电死，人类更是不在话下，非常危险。第一个，电鳗。电鳗是人类已知放电能力最强的淡水鱼，它一次向外释放的电压强度最高可达800伏，这种电压强度足以电死一头牛。电鳗生活在危机四伏的亚马逊河流域，它的体长可达 2.5 米，体重约为40斤。电鳗的身体两侧长有上万个肌肉薄片，这些薄片就类似于一个个小电池一样，每一片都能向外产生150毫伏的电压。当上万个薄片串联起来，就可以向外释放很强的电压。体型越大的电鳗，向外释放的电压也就越强。它在攻击猎物时，几乎都用不上物理攻击，仅需要在附近放一次电，就能电死周围的大部分鱼类。它的攻击范围对于人类来说是6米，也就是说，只要在6米之内，即便是没有接触，电鳗也能将一个成年人类电晕。要知道，在亚马逊河里，电晕基本上跟电死差不多。晕倒在水中，即便是没被电死，也会被淹死。侥幸一些没有被淹死，也会被亚马逊河里的各种生物给咬死。比如食人鱼、森蚺以及各种凶猛的食肉水生物，都可以对我们的生命构成威胁，相当可怕。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图点个赞，谢谢。